你绝对想不到，身为分裂小队的正副队长，智力居然比不上一个小孩，甚至还被儿童保护机构给掳走了，差点家破人亡。关于把天花板涂成什么色儿，外星人们各有各的意见。科沃作为领头人，自然想让大家都听他的，搞个岁月静好的白色。其他3人都不接受，你这是什么狗屁规定？科沃发现这群家伙居然不服从自己的命令，直接化身赛博美杜莎，准备用枪把他们变成石兽。一枪射出去，直接把隔壁邻居的透析仪给变成了石兽，气得大妈破口大骂。最终大家还是妥协了，白色就白色吧，但是你得自己涂。泰瑞不仅不帮忙，甚至还打算斗一斗科沃，结果油漆直接被打翻了。忽然家门被踹开，一群儿童保护服务处的工作人员冲了进来，他们接到了匿名举报赶过来。问题是哪位才是孩子呢？这俩喝着草药茶为家里吃穿用度买单，但那俩长得要高一些。为了找到这一群外星人里谁是孩子，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个智力测试，测出来科沃和泰瑞最低，所以这俩铁定是孩子。临走前，工作人员告诉小妍妍，如果他俩运气好，可能会脱离监管，流落街头，为了糊口的钱什么都干。杰西觉得这不就专业对口，泰瑞就好干这事儿。工作人员让他俩忘记那2人，过好自己的生活。四下美人游泳一下蹦到了天花板，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来到儿童保护中心服务处，啃鸡腿的泰瑞被人盯上了，胳膊挤痘这事儿被监控看得一清二楚。他们需要泰瑞来帮自己完成暗黑天才项目，于是拿上了锤子、胶带和麻布袋，准备邀请他。来到高中的小妍妍和杰西好巧不巧遇到了斯黛西姐妹，她们又回归了霸凌的老本行。在谈判后，周3她们可以随意抽烟和霸凌别的小孩，甚至不用他们自己动手，这样还能摆脱责任。小妍妍觉得要打败他们，就得搞清楚他们的思考方式。杰西表示很难不支持。科沃已经在儿童保护中心混得如鱼得水，泰瑞被送到了特殊儿童学校，而他们替科沃找到了一对非常好的夫妇。游泳独自在家狂干了桶油漆，然后用嘴当做喷枪，进行了一个简单快捷的家居装修。而此时泰瑞所在的特殊学校，有超能力的孩子全都被关在了隔间里。这里有一个长了喷火机的少年，意念能控制菠萝的少女，而不符合要求的孩子将被丢进干燥炉。泰瑞展现出了真正的潜力，他能记住贵族的生活所有系列的人。 Like Kermit, throw her in the kiln. But it's Vegas 6 that's got real potential. His numbers are off the charts. Check this out. New York, Atlanta, OC, Dallas, GC, Bev Hills, Miami, SLC, DC, OC, NYC, Bev Hills, Potomac, Miami, SLC. He got all the real housewives. No kid has ever been able to do a perfect RHO sequence. He's the one. 这正是他们需要的人才。女博士觉得他的确很特殊，但他只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呀，担心他无法胜任。男博士告诉他，这里自己说了算，现在就给他准备手术。外星一家人，家长被当小孩抓走，孩子钻进校长的大脑里，留下宠物在家当艺术家。科沃跟着一群小孩上了面包车，他们即将奔赴温馨的家庭生活了。工作人员开心的在车上拉响了糖果大炮。进入隧道时，观光车的司机忽然猝死，导致整个隧道发生车祸。大家聚在一起，史泰龙也走了出来，他要帮助大家逃出被堵住的隧道。科沃嫌弃的打开了史泰龙的手，孩子气的告诉他，这里只有自己能当英雄。大家一走，游泳就开启了自助餐模式，现在又开始霍霍蓝色油漆了。游泳尝了一口，就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束一切后，游泳只能孤独的缩在墙角。杰西为了确保斯黛西凯是一个人走进了厕所，悄悄跟了进去，结果偶遇了在厕所煮饭的校长。你们这个校长不会姓巴吧？校长哀求杰西不要说出去，不然自己就会被开除了。小妍妍听到动静一下冲了进来，心灵射线就这样带着2人走进了校长的脑海深处。校长的大脑空荡荡的，只有一扇门和一个招牌。幸好杰西看过说明书，只要找到库克校长的内心自我，他就能带他俩出去。打开门一看，2人才发现别有洞天，外面的世界充斥着奇幻的色彩，漂浮的泡泡里有库克被老爸训斥的记忆。说着，2人就看到不远处的火男。杰西觉得那肯定是库克充满了愤怒的怒火恶兽，要是被抓住了，就永远走不出去了。小韦博士找到泰瑞，告诉泰瑞，因为你很特别，所以不能待在这儿，我要带你逃出去，否则他们会对你的 S 干一些不可描述的东西。而泰瑞没有 S， 这将更加可怕。刚一逃出去，警报就开始狂响，汽车广播播报着隧道发生的车祸，而那条隧道是逃走的必经之路。为了不被抓住，2人只能先开走了。救出所有人后，科沃告诉史泰龙，我俩很显然是这里的领头人，人中最牛，把中最臭，所以现在该怎么办？史泰龙觉得科沃待在这儿乖乖等待支援就行了，自己来作为真男人扛起一切。他觉得待在水下可以躲避鳄鱼，科沃觉得这就是滑天下之大稽，隧道里只有做法国菜的老鼠。意见发生分歧，儿童保护中心的小紫和小绿决定跟着这个看着不是很靠谱的外星人行动。走了没2步，小紫和小绿就被鳄鱼给咬了。科沃卖完队友就跑。同样处于危险的还有小妍妍和杰西，怒火在身后穷追不舍。杰西已经走迷路了，小妍妍看着侧
侧面的画带着他跳了进去。这里是库克校长的回忆，父亲觉得他小号吹得像拉稀，所以必须去当校长，甚至还给他取名为校长。科沃一脸爪样的走了回来，胡诌道：“我已经把那俩家伙救出去了，现在回来救你们。”话音刚落，地面就发生了坍塌，史泰龙跳下去准备救科沃，却因为爆炸自己落入了无尽的深渊。不过他并没有死，甚至还救出了小绿。小绿立刻将科沃的老六行为捅了出来，又一次震动是在告诉大家已经没有时间内讧了。科沃却说：“还有机会，让我来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演讲。”史泰龙一脚就踹在了他的脖子上，在他的帮助下，大家顺利来到了上层。天才外星人差点被当实验品，女博士救出他，认作自己的儿子，谁知对方不是小朋友，终究是错付了。泰瑞被小韦博士叫醒，他已经联系了天才倡议秘密组织，他们会保护像泰瑞这样的天才。小韦博士为了泰瑞舍弃了自己的所有研究成果，他将泰瑞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泰瑞对于这些真情实感的发言不感兴趣，只想吃沙皮鱼，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小韦博士意识到不对，哪个小孩吃这些玩意儿啊？拿起泰瑞的背包就看了起来，里面的种种物品都表示了泰瑞是个成年人。泰瑞表示：“我可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小孩。”小韦博士丢下泰瑞和他的 NS 就离开了。从库克的回忆里出来后，小妍妍和杰西都觉得有些同情他了。他只是想吹个小号，但他爸却是个比狗屎还烂的混蛋。杰西觉得今天来到这儿都是命中注定，或许就是想让他们从别人的角度看事情，而不是固守己见，还能更深刻地领悟到行尸走肉的生活如何击垮一个人的内心。小妍妍打断了他：“咱们可不是在拍马南波杰克。”怒火恶兽又跑了过来，两人立刻钻进了校长的游戏室里寻找校长的自我。刚找到一个玩偶，那个怪物就跑了进来。正在接受审讯的校长忽然就倒地不起，痛苦地抱着自己的脑袋。心灵深处的怪物已经把玩具房弄得一团糟。杰西有一个最坏的猜想，既然那个怪物能控制这些东西，或许他才是库克的内心自我。小妍妍表示赞同，库克的内心肯定积攒了很多怨气和悔恨，导致他的内心自我变成了怪物。杰西捡起地上的照片，告诉怪物：“嘿兄弟，你还记得自己的梦想吗？现在要实现还不算晚，你还有机会变得像小浩一样。”怪物冷静了下来，杰西和小妍妍立刻表演起了自己的爵士。随着两人的表演，怪物逐渐缩水，成了小时候的库克。成功了，小妍妍和杰西顺利的离开了这里。校长站起来大哭，他很想念自己死去的哥哥，本该是自己溺死的。库克给不知所以的大家表演了一段爵士。表演结束后，库克收获了一大片掌声，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但霸凌的问题还在继续。永永孤独地望着天花板，上面是自己画的全家福。他拿起薛定谔的相机拍了张照后，用白色油漆将全家福给盖住了。最终还是永永承担了一切。科沃一群人终于被救了上来，史泰龙向他道歉，自己不该来一记扫堂腿的，自己不到迫不得已，自己也不会这样。两人促膝长谈后解开了心结，史泰龙给他签了个名，接着用他超越巅峰里的大卡车将科沃送回了家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坐在外面吃炸鸡。科沃经历了这一系列事，决定将自己领导人的职位轮换。虽然对于自己来说很艰难，不过他同意了泰瑞的视觉系天花板设计。所有人都很宽容，直到看到了一身油漆的游泳，四人同时开始说教起了游泳。不过嘛，这才是游泳想要的家庭氛围。God damn it, Pupa! What did I tell you about the paint? It's a total mess! Have you just been sitting around here all day getting dirty, you little shit? Why are you such a lazy sack of shit, Pupa? Answer me! Don't you know it? I'll show you. I'll